我叫陈万新，来自中国辽宁沈阳，今年65岁，来悉尼半年多。做这个手工展示呢，是在国内也是一个偶然机会。我去旅游，在旅游的地方发现有人坐这个小车子，回头买了一小单车，回头我就照着这个样子就开始做了大概20多台吧，就基本就成功了，就从此就走上了，在国内就走上街头去展示这个手工技巧。到悉尼以后呢，就是国内有城管，这里不知道怎么来管理这个街头艺术，所以我就先在街上转，先去大利哈本，还有西歌剧院呐，或者汤浩或者那个皮特街看一看。但是街上没有做这种手工技巧的，只有弹琴啊、唱歌啊、打那个架子鼓之类的，这样的比较多。悉尼人称他们为街头艺人。那我这也可以作为一种艺人的角度出现。我就跟孩子商量，我是不是可以去申请这个执照。办照的过程中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当时康收这个办公人员呢，他就说你这东西也没有音响，也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动作，你怎么在街头展示啊？所以我就拿出这个线，拿出工具，就给他现场做了一个小单车啊，他一看，哎呀，特别惊讶，哦，是这么可以这样展示，当时他就通过了，所以这样我就正式走上街头。第一天去了皮特步行街，哇，当时就很火爆。关键是现场做，这个特别吸引人。现场做的时候，就说你比如像小山车可以做不同的形式或者不同的样式，或者也可以满足那边游人们他的个人爱好。有人就拿出样子来让我做，我就按照他那个图形再给他现场的再制作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。像这个作品，它是繁体的中国爱字，既是中国的爱字，又用 love you 英文构成的，这就是说中西结合了。所以这个作品深受国人和老外的喜爱。像这个摩托车大概要复杂一点，它大概是由将近30多个部件构成的，尤其这个轮子可以说一般人做不了的，这是有一套模具的。大概这个摩托车要我做的话，就是很熟练的话，大概要将近4个小时。那这个作品呢，就是说也是我的最爱。在街头展示的时候，老外一看这轮子一转，哇，他们都竖起大拇指，觉得特别好。我总觉得实际这个手艺呢，是带有我们一点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一种技巧，所以把它带到悉尼来，给悉尼人们这个文化生活呢，增加点色彩。事实呢，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。当地人呢很喜欢这个工艺，所以我估计办我这个证件呢，可能华人也是第1位。能够华人走上街头去展示手工技巧的，我可能也是 No.1。怎么讲呢？就是退休以后啊，就闲下来了。闲下来以后呢，就也想找一点事干，实际就是老有所乐了。也实际到这里来的，我感觉就更深了，就是通过它，我能走上街头，跟这个悉尼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呢去融合，使我很快的就能安下心来在这里生活。我的习惯就叫适者生存，有好多父母不适应这里生活，感觉这里枯燥无味，有的办了1年的这个探亲的这个签证，住上3、2个月就跑回去了。我为了适应这里生活，我就骑着单车
我当时在开姆西，我从开姆西可以说骑着单车去过悉尼大铁桥，大铁桥上面去看这个歌剧院，骑车去过邦迪海滩，去过机场后面的公园海滩，就在那可以看到飞机降落的跑道。就这一点，我坦率的讲，一般父母他都做不到，所以我讲给他们听，他们都很羡慕。我说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，你才能很快的融入到这个社会来。